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大家好呀！本期呢，来做一个特殊的一个占卜哦。今天呢，如果你看到这个讯息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的3天后，这个东西应该会实现。我们讲一个很接近的日期哦，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练习。那我们来看这样子，3天后你会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成果？那这边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提示跟指导啊，让你更容易的去成功。这不一定是什么大消息或者很轰轰烈烈，因为我们讲的是3天内哦，可能就是正在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提早知道这样的一个能量，然后去促进它变得更加的实在，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占卜。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开始咯。首先来看看你们选到的这张主牌哦，这是一颗爱心，这个爱心好像掉在地上啊。你说它很昏暗也没有，一些粉红色的光线，像霓虹灯一样哦，照射下来，有一种特殊感、隐蔽感。这张牌啊，它说的是游戏结束。游戏结束，然后心掉在地上，放在地上，应该说放置在地上吧，我觉得更多是这种感觉，不是特别的黑暗昏暗，或许那些东西就应该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在一个抉择里面，或在一个选择里面，或在一个困难里面，不管怎么样，它都到了一个结束的状态。这颗心啊，可以看得到并没有破碎啊，所以我觉得不至于到伤心难过，可能有些遗憾吧。终于要结束了，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主能量，但是我们后面呢，还是要来看看我们其他的牌有哪些的提示，一起来看。首先来看第2张，第1张是黑寡妇啊。我们今天把牌一起都列出，我们再一起的来看能量。像外面有一些人在施工哦，所以可能会听到一些噪音，希望大家不会产生干扰哦。好。黑寡妇，再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我今天想要一起看。这个是一个这叫什么星际体验呢？特殊的体验，有点像出窍、灵魂出窍这种感觉，特殊的牌。再来一个事业，再来是地位哦。我觉得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哦。从这我们几张的主牌来看。加上我们的神谕卡，你们即将可以得到的3天后因为这讯息会在3天前提示你哦，所以你3天后应该就会得到这样的讯息哦。这个是关于你的事业，这直接就点名出来了事业。这是一个在牡羊座的事业，而且是在一个我们比较扩张性的木星，所以这样子的扩张性的木星呢，即将得到扩展啊。是在某些东西结束之后，而且这个结束是一种特殊的体验体感。我认为是一些你不好的经验或不好的组织或者不好的一个规则合作，甚至在某些东西经过修正之后啊，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跟体验，就像这个所谓的星际体验那种出窍感觉一样。这种感觉是有点跟现实是有点不一样，很难去融合的一种感觉哦。可能这个状态很特殊，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让你觉得似乎很不真实，但是它不至于让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不管是你工作上、事业上还是情感上金钱上，这样子的体验它特殊，但是不代表一种失败。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因为它告诉你，尤其在事业这边，它这边强调事业，这个手张开了，讲的是一种命运的感觉。放开你自己放手去做，然后相信命运会站在你这边义工也是一个开始跟诞生，是不是很类似？我们刚才说这个心虽然掉在地上没有破裂，你反而因为结束掉某些东西或清理掉某些东西，
你们有一个新的机会的产生，而且在你的扩张之后，开放，甚至开放你的心，开放你的想法之后，然后一些特殊的体验啊，甚至就会来到你身边，它可能会有一个你特殊的灵感，或特殊对这样子事件、对这样关系的一个直觉，它会让你觉得似乎不是这么的真实，但是你会想去尝试，有这种感觉。然后这边有一个黑寡妇在这边，黑寡妇大家都知道这个蜘蛛嘛，比较毒啊，然后好像交配之后会把它的配偶吃掉啊，例如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行为。交配只为了生养下一代，生养下一代就需要一些滋养，需要一些养分，所以他把他的配偶给吃了。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扩张，我从这边看到的是说，某一种以大并小，或者强者把弱者并掉的一个概念。说不定是你的公司或你待的一个环境，你会觉得好像结束掉，但其实有机会是被一个更大、更资源更好的一个公司给并购，或是说被支援，有资金的注入，都有这样的可能。所以这黑寡妇不代表完全的一定是背叛，因为它其实是为了生养他的后代嘛，有那个养分。所以这样子的一初始会让他觉得，这种跟这种濒死感觉很像死前的那一种回光返照，你会觉得这样的感觉，以为是自己快要死了，那这样子的一种愉快，也就当做一种很特殊的体验。这种不叫做愉快，应该就你濒死之前的某一种看开、扩大、算了那种感觉，对，反而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来说，这种特殊的感觉虽然不真实，但不至于太讨厌。因为这个心一直说都没有破碎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态。而且你们另外一张这个是地位哦，这个地位的牌象征的是也是跟权力啊，而且又在事业底下，就非常有可能就是某一种规模，或者是说你的职位会有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会在某一种结束之后做一个反转。而且这边有一个牡羊座的能量在这边事业牡羊座有一个自我跟效率在里面，然后又在开始的诞生啊、初始的这个一宫，然后再加上木星的一个扩张，我觉得整张牌都强调的是某一种新生然后这边的地位又被一个金牛座加持啊，金牛座也是保守跟实际的概念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反转之后，或者是重生的感觉之后，会走向一个更实际的方向去进行，然后走向一种平衡。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地位这个是一男一女他们是在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状态两个的地位是公平的，所以不会受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职位，或者你现在是怎么样的公司的规模大小，你就会存在感比较低，不至于。你们会走向一个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二宫也代表资源，这边有二宫，资源跟财富的累积尤其是金牛座一定可以累积，而且你们有双木星，这边是木星，这边也是木星。都是扩张的意思，绝对会去扩张。所以这3天后，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跟反转，就是重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会影响好的感觉，然后这感觉会很不真实，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这种体验是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不实在，甚至会有点害怕，但之后会发现，其实那个过程就是一种。你以为失去的东西又重新回来的那一种梦幻感，对，就是这样的感觉。扩张，好，咱们用个塔罗来了解一下，你们这个3天后会看到什么？我觉得主要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去抓到这样的东西，它会怎么样的去呈现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以去让你们知道。先看4张牌，一起看。
这有个Star牌，我遮一下Star。好，来，我们先看看这4张牌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说明哦。主要来了一个宝剑的女王，宝剑女王代表的是一个清晰度，所以清晰度绝对会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在你们这个扩张啊，在这种放手去做这个地方啊，会的确有个反转。我要怎么去扩张？我怎么去让这个情况变成我的主场？这个宝剑女王有这样子的一个立场的分明的状态，而且可以理清很多事情。你会带领这个东西的应该说规划，或者是说走向，朝向你想要的方向，大家也愿意跟随你。你会觉得你这段时间这3天，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今天特殊的尝试，去想你这3天内，你去让你自己发挥自己的一个影响力哦，这个有影响力在里面哦。你说的话，大家会愿意相信，而且愿意倾听，因为你会说的头头是道，很有道理，很有道理。这个部分就会让一些人信服，真相信你啊，我们就朝这样去做一个改变吧。所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扩张，事业上的扩张，可以来自你自己哦，非常可以确认。那如果不是你的能量，有可能是你的关系人，可能是你的主管，或者你的好朋友，你亲近的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头脑思绪非常明白哦的一个阴性能量来做一个协助，很明显的在这边。然后这边有个隐士牌，隐士牌这边的相对望哦，这2个能量很特别。你看这个宝剑啊，好像就是在协助这样的隐士突破。刚才说了，会有一个转变期啊，就像这个爱心掉在地上，似乎有些东西要结束了，这个所谓的游戏结束了。你以为这样子的结束就结束了 ？No， 就是会来自某些清楚的判断跟决定之后，可能是你或你的关系人去协助判断，然后你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本来自我的思考里面得到一些灵感，得到一些启发，甚至在这样子的阴性能量底下，然后去获得一些经验，特殊的经验，特殊的感悟，然后重新的游戏重新再开始新的一局。对，就是这样的概念。Star 牌出来了，Star 我们一直说是星星的 Star 牌，我最近好像很久没有抽到了，重新出来有一种希望感哦。很多组每一组都好像很少抽到 Star 牌，我最近这段时间，起码这1-2个月，我感觉 Star 牌非常的少出现。今天出现了，我非常看到它，非常开心。Star 你看就是一个女神啊，舀着水啊，那另外一边有水，这有个资源的一个调度，也有一个那个什么情绪的调度，对某些事情产生的希望。这可以是你想象而来的，也可以你因为想象去得到某些真实的实际行动，然后真的去行动。Star 牌虽然不是一个行动牌，但是会有一个非常饱满的情绪在里面，想要行动的情绪，有一种畅想，有一种希望，有一种喜爱、爱慕，甚至这样的感觉。对于你现在的人事，我会重新产生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不排除这样子的一个宝剑的女王在这边起了很大的作用，让你原来隐蔽的心啊，重新获得复苏，重新重生。刚才不是说重生，重生在哪里？啊，这里，新的感觉。然后这边有一个圣杯的小孩啊，圣杯的侍从在这里啊，也代表这个新的感觉、新的经验的触发的学习，很有好奇心。想要去多了解、多认识现在的一个关系或事件的发展会怎么去进行，会有那一种探索欲，而且那个情绪是用愉快的，用我想要去多多的了解，也是代表体验哦。刚才说你们会有一个特殊的体验，就在这3天内，我觉得去多多的吸收宇宙想要给你的体验，我觉得甚至有这种感觉。然后这代表的地位跟事业的某一种变化就会来临了。黑蜘蛛虽然在这边有点恐怖，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为了某一种生存，事业上的生存，甚至地位上的保有，这都是一个生存能力的行为哦，而做的一些好像让人家不理解的一个行为。
好像大家就觉得有点残忍的行为，这种黑寡妇的行为，但是事后来看，其实是有助于未来的发展，甚至他的后代的生养，对不对？就是绵延不绝啊，就从这边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再来，再来2张牌，我们一起出来。哇，金币3连续而来，这个3个金币，然后这边是10颗金币，我觉得这个牌非常的好，又在地位的旁边。你能说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落实吗？绝对会落实啊！刚才不是说有新生啊，而且你的爱心一直说红色的爱心，在一个所谓的我觉得像霓虹灯啊，这种霓虹灯照射下，还是有一种希望感，还是有一种浪漫感，甚至这个爱心没有破裂，表示你的希望，你的想要的东西，你会得到一些平衡的交代。对，虽然结束，但是开了新的一局。你看，合作，从大家的合作可以看得到，这是这边怎么有一个小裸体出现了？来，不好意思，遮一下。这有些艺术性在里面哦，合作的艺术，跟你的同事、关系人的合作，共同去创造美好的东西。你看，这是一个像艺术家，好像是个学生在画一些裸体像，旁边有个老师在指导，甚至在帮助他、协助他去创造更好的艺术。这种艺术就是来自于我刚才说的，你们合作关系的一种美好的感觉，然后地位在这边，我刚才不是说会齐头并进吗？没有所谓的谁能力比较好，谁能力比较弱啊？大家看清谁？没有，大家是属于平等的状态去共同进行的。你看这老师跟着学生。好，或许有某些阶级差，但这种阶级差不影响去合作，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黑寡妇的以大并小，这种可能在你们未来3天会看到，你会看到某些东西、某些关系去做一个所谓的融合，而这个融合是你会看似好像不公平的，但是后来会觉得，发展的其实是有助于你自己的。如果你是那个小的那一块，你觉得好像被人家给并购了，会被人家给蚕食鲸吞了。例如这样，不管怎么样，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感觉上的损耗或失去，不是真正的失去，因为10个金币就在后面，在这样的合作甚至融合之后，得到10个金币。这有一个金钱上的稳定哦，而且你们一直出现事业跟地位哦，这绝对是一个实质物质生活上，甚至是你工作上所产生的实际效应。这个效应来自于就是金钱的累积，而且是肉眼可见，你会看到income，会有东西进来，会有收入，或东西卖得很好，订单接得不错，或者是你的案子配合的大家都非常的愉快，就可以看到10个金币在这边有一种稳固感。所以这种稳固啊，在你们刚才我们前面说的这2个木星啊的扩张底下，果然是朝向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再来看2张牌，哇，这个稳定还会让你离开一些东西。你看10颗金币稳定了，我安定感有了，是不是我就会离开一些不好的情绪，而且势必会离开。你看这个女孩啊，背着包包就在月光下就开始了，就行动了，马上及时。我们今天讲的能量也是很快，虽然讲的是3天，我觉得3天到1个礼拜都可以哦。我觉得我想要找的是这种感觉，让你们找到这样的感觉，去离开某些不好的感觉、不好的经验，甚至你现在就在这种所谓的游戏结束的这种感伤里面的话，也去离开它，因为即将有个新的局面要出来了，有人要来资助你了。对啊，10颗金币也代表某些资助，有些资源来临了。尤其我一直说，这个木星绝对是生长跟扩张的一个最佳时期，离开一些不好的感觉、不好的判断，甚至影响你自己去做正能量的发挥的时候，记得赶快半夜就好，收拾包裹，赶快离开那个所谓的不好的能量，然后去创造新的能量。最后一张牌给出了非常好的，又是金币。我真的觉得在这样子很多落实性的加持，尤其又有金牛座在这边，我觉得你们这个体验果然会非常的 fantasy， 就是非常的梦幻。
你甚至就觉得以前根本没有经历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是一个感觉很特殊的时期。从我们第一组的这个能量来看，得到一个金币的初始跟落定，重新的能量，重新的开始，王牌在这里，一个新的清晰度，一个清晰感去落定之后，然后让你自己更加的能知道未来的方向，这就是金币的王牌在这边产生的能量，潜力，充满可行性递出来，这就是我们1号所看到的。你3日内，我们尽量显化，帮助自己去得到这样的东西。这个能量每个人有大有小，不一定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的扩张或者超级的扩张，不要去想这种东西。我觉得可以去抓取某些小的确幸、小的改变，或者是不同的一种经验。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1号的能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一样，希望大家可以按赞，然后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让你的能量能够活化。这就是留言的一种明确写下自己感觉的一个作用哦。好，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Hello， 欢迎我们第2组的伙伴们，欢迎大家呀！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特殊的主题哦，就是什么东西在你看到这个讯息之后，3天后，今天找一个很急的能量，很迫近的能量，我们看3天后会发生什么，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特殊的学习显化的一个机会哦。你现在想的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实现，或怎么样的步骤，我们就看宇宙怎么样的提醒我们，有一个指导在里面，然后让你更容易去显化你现在所想要的，让它3天后啊真的如实的到来，把这样能量去做一个提醒，当做自己的提醒，甚至利用3天前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转换。这就是我觉得我说可以做练习的一个部分。大家应该没有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试着看看，我们让这样子的宇宙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产生的能量，那我们怎么去做，然后去更好的发挥它。你慢慢每天去感受这样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来临，然后有没有什么迹象符合今天说的，这样子就可以让你更清楚自己在一个怎样的轨道上啊，这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个目的。好，首先来看我们的第2组宝宝，你们选到的这一张牌，这张牌很特别哦，这个是女孩哦，她好像在一个黄昏哦，昏暗，也可能是一个清晨，不一定，半明半暗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逃离，这是一个逃离的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愿意逃离某些东西、某些关系也好，或者某些环境都有可能。我觉得这3天哦，3到7天我们讲的这个能量很迫切的需要宇宙让你知道，去做这样的动作吧。这女孩，我们是用她的背景这种角度去做这个画面的呈现的时候，我看得到的是，我看着这女孩离开，有没有？就是你会在我的视线内逃离，不管你要逃离什么，或者是说逃避，有时候也可能是个逃避，不管怎么样，已经离开了，已经呈现这样子的一个动能，在一个你的相关的人事物，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已经离开了，背对你，甚至不想理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能量啊，看似好像蛮消极，但是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提醒。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牌哦，今天我们会一起看，比较清楚。我想要把能量一起做一个整理哦，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明显。有点挤，重叠一下，来，好。我觉得这提醒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啦，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能量啊，你看逃离嘛，下面来了一张，这个叫做刑具哦，好像那种古代的刑具哦，把人卡在这个脖子，然后手也卡住，有没有？好像断头台的感觉一样，这是一种刑具，这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啊，或挑剔的行为，甚至某种惩罚，对不对？惩罚，还有一种被抓住。
被困住的感觉，难怪要逃离啊！所以你们真的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们继续看下去，宇宙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指导？这边有一个水瓶座的能量，其实代表某种平衡，水性的能量，情绪的能量。无有一种抗争的能力在里面，所以也要逃开嘛，的确要逃开，但是有点无处可逃，被困住了，所以这可能是你之前的感觉能量，未来现在急迫性需要你去改变的，就是做这个动作，让那个绑住你的东西、绑住你的人、绑住你的环境，这样眼睁睁看着你跑开，跑开，对，这个叫做自救，所以我才说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张主牌的能量，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这也可能是一个谴责、指责啊、伤害都有可能，就反正是不好的感觉啊。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在这边又在这个逃离底下，逃离这样子的东西。这可能是工作上的环境上，不管怎么样，去离开这样子的有毒的环境，伤害你的东西，困住你。然后这种困住，如果是不公义、不公正的，甚至就像刚才说的，是公开的一种欺负、羞辱、批判，这种东西我们觉得不能忍受。你要保存你自由的价值跟自我的觉醒，去做逃离的动作，这起码看到。然后这边这张牌也很特殊，这是一个洗脑的牌。你看这个脑好像做的很高度的活动，好多网路牵连在一起，这种政治性、社会性，然后网络的连结，各个单位、各个人事物有很复杂的一个联系的感觉哦。这种网络有点怎么讲，牵扯不清啊，纠缠的很复杂的感觉，需要用一些清楚的思考去做判断。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脑呈现红色的状态。所以高度的清晰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网络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里面，在处于哪里，我们怎么样去突破这样子的一个交织的网络。这可能是一个困住你的东西。你看这个网也是像类似刑具，刚才的刑具一样，也是困住某个人的一种象征啊。你看这个脑被这么多网在一起，所以突破，找出一个点，然后打败它，对，打败它，把这个点打开之后，你就有机会从这样子的密密麻麻的纠葛纠缠里面，你的脑袋就可以释放出来。所以首先要知道是说你现在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先去做一个分析，然后什么东西是困住你的，然后去做一个纠察队，做自己脑袋的纠察队，不要被别人带离了、偏离了。对啊，我们要不利于我的东西，我应该逃离，然后去重新获得整顿。这边来了一个 order 就代表一种所谓的秩序哦。这在于处女座有精细完美化的一个过程，讲求的是一个细致。脑袋果然也是很细致的一个思考底下去产生出来的这种后续的秩序化的一个范畴啊，也是在一个脑袋的很快速的思维里面，所以可能要动脑。这段时间你需要去清楚知道，就像刚才说的，这些网络层层的关卡、层层的连接，到底你是处于什么一个状态，去让自己更清晰哦，不要反而被这样子的网给困住，被这样的刑具给困住。试着去找出这个细微的东西，处女座也有一种精益求精啊，虽然很龟毛，但是因为它很细致、很精细，非常的可以在一个混乱里面找到抽丝剥茧哦，找到一个重点，所以这是处女座的能量，去完美它。而且完美有可能你真的可以完美的达到那个程度，所以以为自己做不到，不要以为哦，可以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离开的能量，是在一个很精细的控制之下，甚至是觉得这种秩序底下，在要求完美，甚至是方案的提出解决，这在任何关系或者是说事件都是通用的。去找到那一种让你自己的生活，让你的脑袋更清楚去排列的一个方案，而不是在混乱当中。
就这个是我觉得处女座看到能量，而且这有一个6宫在这边，也是代表的是一个惯例啊、日常啊，甚至你的健康，更是影响你的东西吧。应该就是你周遭的，你每天生活看到的人事物，这边看得到，去重新整理它，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的小东西，它可能很日常，每天都会出现，你好像都不会去在意，或者说不会去注意到。但那个东西可能就是关键点，去弄好它，排列好它。然后这有月亮的情绪在这边，也代表了一种记忆啊、情感，对啊，日常的人事物越来越清晰的去做处理的话，所以有助于你去这个下面这断言呢、断言就是我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宣判啊，做一个就是澄清，甚至这有牧羊座的能量在这边。你看这个战士了，在对战这个恶龙，他很勇敢啊，这也是一种刚才说的，我要拿回我的主导权，对啊，不利于我的这个种种的东西，我要去对抗它，然后去做一个判断，然后这个判断有牡羊座的自我跟效率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快速的行动跟行为。然后在一宫又有开始跟诞生，我们第一组也有开始跟诞生，我今天都很开心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有开始诞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在里面啊。不管你现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它都有新生。那个新生，只要你愿意去行动，对，愿意去对抗、去判断，这样子的新生跟诞生就会产生。不管你要产生新的一个关系、新的一个工作机会，或者新的一个投资，都有机会哦。任何关系事件都可以在这样子的某种理清、逃离不属于你、不再服务你的那种情绪之后，你就可以得到更明显的清晰度。然后因为这样子，你的所谓的日常的生活就会更步入正轨。如果你现在在混乱当中，我觉得你们是思绪现在很混乱，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应该朝向这样子去理清。然后这又在一个太阳牌底下有影响力跟目标的表达哦。我如果产生影响力的，就像这样子，我站出来了，去对抗我不喜欢的东西，甚至是说理清不清楚的部分，那我就可以产生影响力。你就不再是那个小螺丝钉了，对，你是一个可以运作在这个组织或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一个有分量的人。有分量，太阳就是一个朝向目标、正向光明发展。你看，就是很正面迎战、正面看你的问题跟关系的一张牌。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开始给的能量就很明显，就是要逃离某些东西。好，再来看后续的塔罗，给的怎么样的一个细部的说明。哇，圣杯的4号牌有没有？你绝对有东西有资源在你附近，你记得去看到。就像这个圣杯，神来之手啊，递出了圣杯，这个女孩子看着地上的3个，忘了有人在给你递出另外一个神圣甚至是特殊的会帮助到你的东西。你有没有看到？去抬头看到，甚至是张开眼。他有没有张眼啊？让我看一下。他有张眼，以往的都没有张眼，所以你们已经张眼了，你们已经开眼了，起码开眼了。只要抬头就看到，抬头就是动作。不要习惯性的只看着地下，你要看看天上不要只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去寻找你要的东西，去开创个新的范围。地平线以下跟以上风景是不同的，圣杯就在这上面，这可以看到的能量。再来，哇，这个是一个国王牌，这个超好的，强而有力的人呢。这个对抗啊，我觉得啊，这个断言啊，也可能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帮助。你可能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可以期望的是说，这个人会帮助你去做一个理清。你看，这也等于说去帮助这个女生哦，去做一个，你的圣杯在这里，我提醒你一下，你控制权在这个人，他会控制你，或者是说协助你去控制你自己，去做一个判断。所以这个可以是一个事业上的伙伴，
主管、老板，或者是说一个职位比较高，或者说身份比较崇高的人去做一个协助。他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啊，有一个很高的，对，刚才说影响力嘛，他可能就是那个影响力，因为他有很高的主导权。如果这就是你自己的能量，也不排除这个阳性的能量啊，国王牌在这里，有很高的一个想要参与啊，你会去控制，你会拿回刚才说拿回主导权，也是如果是本身是阳性能量，是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功能的，去协助你自己，甚至协助你周边啊的这一个所谓的看不清真相或者是不清楚该怎么去做的人，去看到他自己的圣杯，有这样的能力，国王在这边很好，有一个协助的作用。哇，权杖的8号。快速落定，骑的机车看得到吗？这个机车就代表一种速度感了，而且在沙漠嘛，这感觉在沙漠，很快速，这是不受干扰的，应该说没有东西可以干扰这样子的快速的来临，快速的行动，快速的一个讯息，快速的一个新闻，甚至新的东西出来。来到你身边哦，所以这个阳性能量可以期待的是，这样子的快速能量重复的在提醒你们，我们第二组宝宝，快速的一个阳性能量来协助你们去理清，然后如果你们是自己的话，自己也能够快速的去达成，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国王也的确有这样的能力啊，去做一个判断，争取。哇，有没有那么好？太阳牌。争取之后自然看到阳光太阳，这有个太阳牌有没有？刚才说这个断言啊，这种厘清啊，这种判断啊，这种争取啊，是太阳，在太阳，而且是在牡羊座底下，是一种自我的爆发，然后就在一个太阳，所以是朝向更自信的发展，所以未来3天可以看得到。要么你们就是这个国王，要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国王在帮助你们，而这个国王是能力爆棚啊，而且信心也爆棚，魅力也爆棚，他有办法去主导很多事情朝向正向去发展，快速的发展，权杖就在这里，所以哇，太阳牌这边太好，感觉后面都可以不用看。哇，金币10号，你1号也是这样，就被1号吸引，真的你们有类似的一个牌出现。10号。有没有？就在你这样子的厘清跟断言，更正向、更积极的去处理的时候，让你的生活产生秩序之后，逃离你所有不好的情绪捆绑你的东西跟人之后，金币10号就来，属于你的安全，而且是最高度的10颗金币，10颗阖家欢乐，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小朋友，还有奶奶，还有小狗的2只，多么美满！这是一种家庭的稳定感，10个金币代表的是实际的落实，很多也是金钱上。如果你讲求的是一个金钱的落点的落实的话，慢慢你会找到方向。这3天可能会很清楚的这个能量会来到，去抓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赚钱的机会，可能会来临哦。10个金币在这里，再来看看世界牌是有没有这么好？来遮一下漏点了。好了，世界牌，可爱的世界牌，给他一个粉红色的爱心，圆满，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国王的底下，国王控制底下的圆满。所以啊，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国王，还是别人，有个关系人这样的能量啊，是朝向圆满去控制，是不是？你终究会去欧得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排列的整整齐齐，在这样的国王的能量底下走向圆满，世界的圆满。这也有一个所谓的海外啊，所以你现在有关系人或事件这种东西，有一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就是有距离感，世界嘛，不同的国度、地域有距离。但是走向圆满，不管你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这都会走向一个圆满。而且10个金币就在这里啊，真的是棒！再来，完全一样，他们也有这张牌1号，我觉得你们有 double， 非常多的 double。世界圆满之后来了一个金币初始，
我觉得你们真的在逃离某些不好的关系、不好的环境之后啊，重新获得一个整顿，整顿有没有？整顿，争取整顿，金币1号就来了。这可能哦，在一个动荡之后得到的安宁啊，那种幸福感，那种安全感啊，是会让你自己觉得非常开心，而且又在这样子的权杖的8号底下，表示很快的会来到。因为这个能量，我觉得都是很爆发的，很快速。我们今天果然，我希望宇宙快点给我们，它就给我们的都是很快速的能量哦。所以3到7天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期待这种3到7天的能量哦，自己去感受。这个心给你的这个宇宙的金币到底是什么？很大的一颗金币，虽然只有一颗，不是很多，但是它就是一个初始，一元复始嘛，对不对？万象更新。一个接着一个的金币就会到，然后你就会很落实，而且你们10颗金币，我就跟人说，你前面也已经拿到，然后会重新又再塑造一个新的一条路出来，在一个圆满之后，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你们的能量是非常的冲动的，非常的积极的，甚至哇，争取看到没有？权杖的7号牌，这个女孩非常认真的，非常勇敢的去看待她的困难。不怕，一点都不怕。每一根权杖对着他，他就拿起他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去对抗，跟这个是不是很像？有没有不同的牌，但呈现同样的能量？你们一定要去争取啊，争取属于你们自己真正适合、需要的东西，对你有利的，去找你自己的最高利益，爱你自己，逃离不好的东西，有吗？这个刑具。这种不好的纠葛，不好的一个情绪价值，通通不要了，抛开。很希望看到你们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视角，离开这样的东西，完全就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你会更加的有秩序的生活。非常的棒，今天的2号牌跟1号牌有点重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好啊。起码宇宙要告诉你，你的能量是呈现一个扩张性的，而且是有积极性的安排去行动的，去看见你自己的现在不利你的东西，不管是关系人都一样啊，不利你的条件要去剔除，不要被捆绑，不要被这样子活生生的被捉住，好像无处可去，无处可逃。不，你可以逃。我一直说这个视角看的，你们就是已经逃开，你们就是离开了，离开不好的情绪、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公司，甚至都可以啊，只是愿不愿意啊，去争取一下。厘清啊，这个头脑这边也告诉你，只要厘清，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宇宙就会更清楚的给你要的东西，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显化的过程。好，这就是我们2号的能量，我觉得非常的好。希望你们赶快显化，赶快感觉到这个3天到7天能量，很少做这么短的能量，但是我希望可以真的达成作用，大家去练习哦，练习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提取，因为提取到你有感应到，其实你就有学习的方式了，就更容易感受到这样子的东西的来临。好。一样哦，喜欢的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啊，留言就是要让你的能量去显化。留言嘛，有心就有灵，就有机会。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欢迎第3组的伙伴们，欢迎啦！今天来做一个特殊的主题哦，是关于什么东西在你看到讯息后的3天就会收到，就会来临。这可能都是3到7天，因为每个人的能量不同哦。主要就是要锻炼，我们现在要学习。我也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哦，想要让大家去在这样子的一个进程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能量，让宇宙来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即将来到，然后有什么样的迹象，那我们可以去截取之后，然后去放大这样的能量，所以让这样的能量就可以在3天或7天之内显化出来。你说我们在提早去知道的时候，去放大我们想要放大的东西。所以我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哦，看看大家能不能真的做到。有做到的话，或显化到可以留言哦。所以今天完全是一个新的尝试，很
很近期的一个能量占卜。好，首先来看看什么东西会来到哦，然后你们怎么可以显化到，是关于什么？这是你们选到的牌，这张牌很特别，这叫做预定房间，那是西班牙文。这男人，这个人在饭店嘛，很像啊，对不对？在大厅啊，或者说已经在门口了。总而言之，这感觉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东西，私密的行为，比较是暗地来的。但是预定房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描述的事，也可以去谈一些秘密的东西，或者是说去谈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都有可能。特别预定有些饭店啊，或者有些餐厅啊，然后有一些包厢的这种感觉，对，这种预定房间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灯光有点昏暗，有一点点小小的透露这个事情的一种隐蔽性，所以这个是主牌的能量，所以我就说很特别，感觉在偷偷进行什么。所以未来3天有一些偷偷进行的能量，而且有 booking 的意思啊，表示我已经预约到了嘛，哇，进去了。所以搞不好这个东西是预定需要去预约的东西，结果你有机会去预约到，有这样的能量。来看看细节是什么，来看看有什么要告诉我们。今天一起看这张是正在发生，怎么感觉有粉红泡泡恋爱感？我还写个5，五天5个小时可能太着急了。5天，我觉得我们今天刚好也是问3到7天，所以有可能真的是5天内正在发生。所以这事情，他说讨论的情况或事件啊，正在发生当中，我觉得跟暧昧有关哦。开房间，这边又开房间，开心的某些东西，我还是朝向某些东西，你需要预定或需要预备，结果有机会达到，已经在发生中，或者说你现在在抽签，或者是说就刚才这样的说在预约什么东西，结果现在有机会再抽到你的一个能量里面了。他说很快会发生嘛，很快会预约到嘛，很快会。还是你要订购什么材料，公司的材料都有可能啊 ，booking 嘛，有机会。再来，它这一张牌比较特殊了，陨落，文明的陨落，就是有点凋零的感觉，但是它的关键字有一些贪婪、无知、放纵，还有一些败坏的东西，慢慢的凋零的意思。可能某些东西本来就不好，所以一定要败的嘛。你都这么糟了，当然会毁坏掉，当然会被摒弃掉。所以这种落寞跟这种所谓的陨落，我觉得看到的是某些不好阴暗的东西。这个也有阴暗的感觉，刚才说。所以如果你们有些东西在台面下进行的，很快要发生了。有些不好的东西会被摒除在外，你可能以为哇，这么糟的人也可以进来，这么差的东西也可以。例如这样的情况，会如你所愿哦。他们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情况会被剔除、没落了，就这个意思啊。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这边有权威跟炫耀，炫耀之前有出来过，权威。某种权力象征，这个权力者可以看得到，他不叫隐蔽性，他在默默的去执行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要你们去做。这个人，这可能是你的老板或你的关系人，他们是属于一个比较，这有摩羯座的能量，比较坚毅不拔、比较严谨的状态。非常在乎形象跟流程，所以这种台面下默默，刚才说有可能去饭店开一个秘密会议，例如这样订个什么会议室之类的，所以他总是在一种不可说、不想说，但是是为了更严谨的状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这件事好像显得很严肃，未来这3天到7天嘛，你们好像秘密在进行什么东西，很仔细，
很仔细的想要去达到，而且这有火星的能量在里面。这张权威的牌有一种，它有行动力跟计划在里面。行动力跟计划又在权威感底下，会变得很压力很大，甚至很张狂。这种张狂是他不怒而威，旁边人看到就知道我下面要做什么，你不用再讲下面那句话。甚至这种交代或者这种提示是属于隐蔽的，不是这么外放、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的。但是你可能要去抓到里面的关键字。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么清楚，但是他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可以看得到，而且很快的发生，就已经在发生中。他不会让这样子的东西去随便进行，随便的由谁来主导。他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已经透露出来，你们要去抓到那种感觉。然后下面有炫耀，这很奇怪的牌，这有金牛座的能量，保守实际，又跟摩羯座，这都是土象的星座嘛，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压抑跟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这在于你或你们的关系人都有可能产生这样很特殊的能量。你们到底在秘密进行什么？但这个人两个人还蛮开心，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会是开心的，在这样子严密控管、加强管制，对这种感觉去得到某一种炫耀。这个有二宫有资源跟财富，你看，就像这个女人是两只白色的牛在拉着她，是不是很特别？白色的牛不常看到，很少见，也是一种炫耀她的财力，可以买到这两只牛。下面这好像也是金星的感觉，有爱，有小天使，爱的炫耀，爱的炫耀，渲染。然后很奇怪的，他又在一个土星底下，你们这种能量实在太奇特了。这种权威，这种炫耀，又是在一种很收缩的状态，又慢慢来的状态，又不能告诉别人的状态。这我实在很难解释欸。如果你们在底下留言一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难说明哦。就是我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发，但是我又不会做得很明白，有点台语说的点点假沙挖工，就是这样暗自进行了，突然爆发一个很大的能量，很好的成果，而且这个很快就会来到。我感觉有点惊心动魄，很特别。还是你们在处理某些不好的东西，必须私底下进行，然后这私底下进行的东西，毕竟因为不能张扬啦，不能让人家知道，就会搞得很隐秘、很严肃，然后甚至自己还要拿出自己的权威感去控制，甚至有权力的人在控制也不一定，但是最后却值得炫耀，很妙，对不对？而且很快的就可以被所以你们忍一下了，顶多也就3到7天，这种很压抑的能量啊，都秘密进行那种 booking， 不知道你在 booking 什么，还是你在预约什么，在打定什么主意，这都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快会结束。自己就给了一个5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5留言，真的可以留言来。哇，权杖的国王，权威旁边又权杖国王，哇，这是 double 再 double 了，我已经不知道几个了，已经好几倍的能量都是一直在加叠的，都是一种控制，都是一种压力的形成。但是好在是这个权杖国王啊，它是一个魅力的象征，通常是一个行动力的代表，不太会压榨，还不至于压榨。所以这样的一个权威感而且在10宫是我们的公众跟展示。好，起码在外面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在乎形象的，很在乎自己的一个别人对他的一个观感的人，这个权力象征可以是你自己你也在乎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然后也可以表现得很稳定、很安稳的模样，起码可以看到权杖国王权杖
权杖国王后面是宝剑国王，这是什么状况啊？几倍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几倍了，到底有几个压力形成的？这种压力又是很权力、很高阶的哦，都是国王牌啊，很冲突啊。国王这边，宝剑国王又是比较严肃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比较不近人情的，跟这个活泼的权杖国王、有魅力的国王又是截然不同的。不排除两个能量，说不定有两个这样的能量在拉扯，搞得你们也不知道该听从谁的。然后这种权威性呢，两个都有，然后你也很难去判断，只能台面下来，是不是这样子？好难解释啊，你们的状态，因为太极端，你们都在一个很高阶的一个状态，不管你们现在从事的是一个工作，还是一个关系的处理，还是一个事件，它都是属于一个难度很高的东西，不容易去破坏、去挑战。还好中间有出现这个不，前面有出现这个炫耀，有这个牛，还算是最后有一个成果出来，不然这样的压力也不能搞太久啊。如果真的有双重的人在这样子控制，或者是说去给你们这样子权威性的压制的话，是很痛苦的。但也不排除啊，你跟你的关系人也就处于这样子的状态。某人呢，权杖国王跟那个宝剑国王，这有可能就都你们不一定是能量阴阳能量，就是你们双方有一人就属于宝剑的国王，很清晰的、很明确、很明快的、不近人情的、实事求是的、跟一个有魅力的，然后很有号召力的，然后非常开放外向的、行动力的国王，产生一种对比哦。哇，第三章，来。权杖的女王是什么状态啊？我从来没有解过这样的牌耶。我们权杖牌也就那几张，你看国王、皇后都一起出来，还是双双对对。我忍不住要看第四张，第四张星星，还好，来遮一下。这是一个恐怖的平衡的感觉，大家势均力敌呀。要么就三个人呢，三个国王王后，大家去看待到底是谁跟谁，你们自己在那个能量里因为太复杂了，全部我就在这权威，每个都是权威，没错吧？但这很微妙的是，这三个权威产生了一个新的希望，因为Star牌是一个表示我有仰慕，我有期望，我也有期待的一个感觉。这不管是对未来的一个情感啊，或者是说一个工作啊、一个环境、人际关系，都可以是一个好的牌哦，表示我充满了希望。哇，在这三个底下的希望也必须也很大。你看这个大星星好大，旁边有很多小星星，期待感很大。权杖女王是一个魅力，也是个魅力者。这两个出现了，中间有一个宝剑的国王也在想，我在想这可能就在感情上也是有两个一对的人，中间出现了一个第三者，第三者也不遑多让也是一个权力者，而且是一个脑袋很清楚的人。这脑袋很清楚的人很会破坏你们，把你们的情绪打乱，把你们的热情浇灭。他们很善于做这种事，因为他就是专门来做厘清、做分割、做区划的这个宝剑国王。很犀利的人然后在这两个当中，所以你们被隔离了，被这样的隔离了，所以这希望感到最后我觉得要么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去融化它，融化、感动它、改变它，然后你们希望会增加，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哇，太特别了！再来融合，果然调剂调和。好，这个权利象征的各自不同的领域的人，你们不管你们现在在一个团体、一个公司里面，有很多强者，在个别的瓜分不同的专案，或者想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个权威感在这边，果然哇，是难怪这么沉重，纠结、纠缠、拉扯，就是这种。你们这种权威就在这种底下有一种扩张行动计划性，因为大家都太厉害了，但是会在一个融合底下，这个融合就是后来值得炫耀
很好啊。大家在各自的能力底下还可以产生融合，不容易，等于说放下一些身段了，放下一些身段了。这种东西就某些自己的东西就消减一下，把自己的光芒降低一点，陨落嘛，也是这个意思嘛。表示可以稍微的融合别人一点，不要把自己放得太大，这样子大家才有机会去共同去达成一个最好的结果。关系里面哦，你们关系也很特别，真的。对，圣杯的5号有没有去调和？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的需求，各自的一个判断。那这样子的东西，大家都是强者，大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值，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规范跟一个思考的模式，很难去融合，对不对？就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所以这边讲的圣杯5号，更多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融合之后啊，一定是必须再放弃某些东西，听听看别人说什么。然后看看我可以跟你配合的是什么，也不一定是降低标准。我觉得这3个状态，这3个王者不容易降低。然后去看到什么东西是可以放下的，不要只是看到啊，我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我就不想放弃。每个人都不想放弃自己的东西，那怎么融合得好？所以这势必要融合之前，一定要看这个女孩5个圣杯，就是一些不好的感觉、不好的情绪。去做一个放弃的动作，不要再缅怀了，不要再想要一直保持了，这样是没有无助于进行的，无助这个star的展现嘛，对不对？所以后面一定会做。你看融合旁边就是他会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情绪问题。来，权杖的一个侍从，权杖小孩在这边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发展，不管是一个怎样的关系的。强与强的结合，强强联手，还是强，你们应该有3个嘛的联手，最后达成融合，重新学习，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行动、新的计划。这边就可以看到，权杖小孩在这边就代表一个新的学习跟计划，没有办法非常厉害的。雷厉风行的照各自的方向去做，但是因为我要产生一个新的计划、新的融合，是大家各自的范围里面去做一个适当的分割，去寻求应该说共同性，寻求一个所谓的同步性，然后去重新学习，所以不容易嘛，当然一定得学习，重新学习，然后看最后怎么样。宝剑女王，第4个女王，宝剑女王、宝剑国王、权杖国王、权杖女皇，双双对对，这已经有2对人在这里，难怪你们呈现一个纠葛、复杂的状态。超级想看底牌是什么，太复杂。底牌是金币的8号牌，来，这个再做一个提醒哦。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哦，搞不好是4方关系了。4方如果是情感上非常有4方的关系，最后会做到一个共同进行，该做什么去做什么。说不定你们就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底下各自完好，然后也可能在这样的冲突底下打破，重新配合配对。都有可能，这是一个情感上的比较复杂的一个状态，但是是可以期待你们共同去营造一个新的路的。这不代表谁配谁就比较好，应该这么说，你们都还在尝试当中，最后可以炫耀。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讲的，本来是台面下的，后来是可以台面上，可以看到这样。然后这个金币的8号在这边，很多是工作上，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工作上，太多强者在这边，你们的利益、你们的权利、你们各自想要把持的东西，要做一个融合，这个工作才能够进行。底牌这边，因为特殊给你们抽的底牌这边太特别了，这是一个脑力跟行动力的拉扯，所以这2个如果可以融合的话，可以进行的非常好。不管你们现在组织里有怎么样的混乱，怎么样的暗自较劲，有可能暗自较劲了，对不对？在一个权力隔壁底下暗自较劲，去记得共同的去发展才是你们共同的目标，不是各自的破坏。
你们不是为了打击自己嘛？你们是共主共同利益的，所以要共同去打造这个金币。所以就像这个女孩一样，认真的去工作，认真的去融合在自己的专业上。所以在工作上，在感情上，这都是属于一个很高阶，这高手对高手的一个状态，很特别。所以这3到7天的能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希望大家有感觉到一些收获可以提取的，然后改善它，然后显化更好的自己。OK， 这就是我们3号很特别能量，很难解释，但是我觉得你们当中应该更清楚这样的能量是属于什么，可以留言哦，让我知道一下这是什么状况啊？什么宝剑跟权杖的国王、女王，通通都出来的状态。OK， 好啦，一样啊，喜欢的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啊，让你的能量可以显化。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